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5月25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2个主题，第一个，深圳疫情确诊增至7人；2，轮到全中国人民学常识了那么我们重点讲后面，前面我要报告一下，主要还是这个深圳的疫情疫情增加到7个，它有点特点，我们从头到尾讲。先讲这个全国卫健委截止5月24号24时，那么疫情的情况是，境外输入13例上海3例，天津2例，山西2例，福建2例，苏州1例，湖南1例，四川1例，陕西1例。那么深圳就没有算进去，因为它没有症状所以无症状，只说它是感染本土案例2例，在安徽。5月25号，深圳市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那么会上通报，深圳发现了累计7名无症状感染者，那么初步判定是境外输入关联疫情。5月21号，深圳市盐田港西作业区一名这个香船理货员，就是开那吊车的接受例行的核酸检测，查出阳性，确诊为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然后就开始排查那么排查从5月24号到24号，截止5月24号24时，那么累计5名男性无症状感染者，他们全部都参加过一艘名为东方温哥华的国际集装箱货运的作业。那么整个疫情传播链条和港口的作业有关。那么前5名无症状感染者分别是香船理货员打拉绳工人科文人员，就是和这个船员沟通的这个科文人员，就是跑来跑去的。然后是塔底工作人员，还有就是外轮理货有限公司的员工那么新增加的2名无症状感染者，一名男性，同样也是这个货轮的作业参加了这个货轮的作业。另外呢，就是他就是连续3天核酸检测都是阴性，24天阳性那么然后就确诊另外一个是首例无症状感染者是女性，她丈夫在盐田港工作那么主要是集中在盐田那么疫情发生以后，那么7名无症状感染者关联的密切接触者和次密切接触者总共是450人。那么累计排查重点管控的人群，那么一般接触性的人员达到15997人那么女性的无症状感染者的孩子就读于龙岗某学校，那么学校就停课基本上是这样。然后这个深圳向第7例无症状感染者所在的圆山街道，圆山是在那个罗湖区了，就不在盐田了，派出200多支采样队开展这个核酸检测工作圆山街道暂停一切聚集性活动。那么这一次主要的疫情集中在盐田港，围绕着这个东方温哥华号的作业。那么卫星定位显示这个东方温哥华号它的行程是这样：5月13号从高雄台湾高雄港出发，5月15号凌晨抵达深圳蛇口港，然后大致停靠1个小时之后，轮船又由这个深圳蛇口港驶往香港，抵达香港后暂停1个小时，继续又开回深圳盐田港。5月17号17号下午抵达盐田港，经过1天的作业，5月18号下午由深圳盐田港驶回台湾高雄它是一个这样的，就是高雄到深圳，深圳去香港，香港又去深圳，
然后再从深圳回高雄。那么前5名无症状感染者的基因样本显示，他们感染的病毒属于英国出现的这个变异毒株啊，就是变异的病毒啊。那么可以认定5个人属于同一感染来源，并处于同一个传播链条。那么另外2名新增的这个感染者，他的这个病毒的基因测序仍然进行当中大概是这样。目前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把病毒变体分为两大类，一个叫值得关注，一个叫引发忧虑。引发忧虑那个比较厉害一点这件事情是这样，我们后面就讲全中国人民要学党史。中共中央办公厅5月25号印发了关于在全社会的意思是什么？就全中国就是中国就是天下，所以他就不说全中国了，就说全社会。全社会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的通知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开展4史宣传教育做出安排部署。那么今年2月份中共印发了关于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2月份，2月20号召开了这个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动员大会规格非常高，习近平讲话，然后整个党和国家领导人全部出席那么这项工作部署那么就从2月20号开始到这个5月20号结束基本上就是党内学党史这个学习教育运动就用了3个月的时间完成。完成之后呢，就开始做什么全国性的学4史4史就包括党史，然后再加3个史，叫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我看了一下这个通知，这个通知很有意思这个通知呢，我们来讲讲这个通知我们通过这份通知能够看出什么呢？我们的通知就能，我们来分析一下中共是怎么样用宣传来巩固政权。我们经常讲，中共手上有两个杆子一个是枪杆子，一个是笔杆子那么枪杆子干什么呢？枪杆是暴力，谁不听话就暴力对待这是枪杆子。另外一个是笔杆子，笔杆是干什么？笔杆就是宣传教育洗脑所以我们就这个通知很完整，这个通知反映了什么？反映了就是文革之后文革之前是一个时期文革以及文革之前是个时期。什么时期呢？中共用非常粗暴的手段来进行这种宣传，甚至搞运动就是中共自己党内叫疾风骤雨式的这种运动搞运动，就是在无论是党内还是全国范围。那么文革之后呢，中共就不再使用这个搞运动的方式，这种疾风暴雨式的运动。但是饭还得吃对吧？中共还得维持自己的政权，怎么办呢？我们通过这个通知，我们来看出来，中共在文革之后，他摸索出一套和现代在现有社会条件下，把一种思想装到中国群众的脑子里的方法与时俱进然后看上去很 low， 但甚至很反智，但行之有效。中共一直在用，所以这些年都一直在用这套方法。那这个通知呢，分成几个部分构成那么第一个旗帜旗帜叫什么？叫上层建筑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这就是它的旗帜，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旗帜。旗帜是什么？旗帜就是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就是你到底要干什么。这是中共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特征是什么？特征就是2个，第一个，中共垄断政权，第一个
所谓的社会主义，它有一套理论，就是中共独裁的理论。所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首先第一个特征是什么？第一个特征就是中共独裁。第二个特征是什么？第二个特征就是社会主义条件，就是这个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就这两样东西。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它的旗帜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然后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然后是科学发展观，邓小平啊，邓小平新时代啊，大概就这个一直下来啊，就是一脉相承啊，这就旗帜啊，旗帜指导思想就是19大，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啊。邓小平出来之后呢，就没有讲过这一类话，但是习近平很喜欢讲这类话，就19大啊，这个19大，19届2中全会、3中全会、4中全会、5中全会会议精神啊。那么大家问，为什么没有1中全会的会议精神？1中全会没有内容，会议精神，1中全会就是选举出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就没有，就是通常呢，代表大会一开完啊，马上就开中全会。中全会干什么？选举党的领导机构啊，选举党的领导机构，所以就是这个政治局通常就是选其实讲到底就选政治局，政治局委员，然后政治局常委，然后总书记，是这样。所以你看，他说贯彻党的19大、2中、3中、4中、5中全会精神，但是没有1中全会精神，原因就在这里啊。那么这就是旗帜和上层建筑啊。然后第二个呢叫纲举目张，常抓不懈啊。纲是什么纲呢？啊，那这就是很有习近平特色的4个意识、4个自信、2个维护啊。4个意识叫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这就非常文革。文革就喜欢干什么？中共最喜欢干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写标语啊，标语就是归纳总结我想要做的事情，让所有人都做的事情，写标语写在墙上，一抬头就能看见，一抬头又看见了。这就是这是一种其实一种洗脑的方式啊，洗脑方式。4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他通常总结出来的东西都是和他想要做的事情相反。他越说自信，其实就不自信。自信的人不会讲啊。那么越说这个什么政治意识啊、大局意识啊，其实就是没有这个意思啊。那么2个维护，一个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一个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啊。讲到底就是一个维护习近平的地位，一个维护党中央的地位，就是2个维护啊。那么这是第2个啊，就是这叫纲举目张啊，这几条天天要记住的啊。然后第3个具体内容，学什么？学4件东西啊：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目标是什么？目标就是普及党史知识，推动党史学习啊，就是深入到群众当中去，深入到普通的老百姓的脑子当中去啊。然后具体内容，效果是什么呢？效果就是引导群众啊，深刻认识中共的伟大贡献，深刻领悟中共的宗旨啊，深刻学习中共的理论成就啊，传承中共的这个精神，就是目标是这个4个啊。这4个的目的是什么？推导出的结论是什么？听党话，跟党走啊，这就是很 low 吗？非常 low 啊，就是这些东西就像什么？它铺排出来其实就很像幼儿园的阿姨跟小朋友讲话一样。其实中共的这种洗脑术，中共的这种宣传洗脑术，就是把事情变得这么简单。这是个非常高明的管理学。管理学是什么？最高超的管理学
就是你把这个路径设计的很简单，傻瓜坐那儿都能做，这就是高明的管理路径啊。这也是啊，中共的这个洗脑的这个很厉害，这个非常的厉害啊。第五，注意事项啊，他有注意事项。第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线，前面的就不用说了，只讲习近平的就够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把握逻辑、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为什么把握理论逻辑、历史逻辑跟实践逻辑呢？因为那是假的呀，那是不存在的东西啊，不存在的东西就没办法自洽，没办法自洽，所以他就特别要提醒你，记住哈，你要注意这个理论逻辑啊、历史逻辑跟实践逻辑，其实根本就讲不通的东西，但是你得想把它拼。就昨天我们的节目里面讲的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根本狗屁不通，狗屁不通没关系，你看得过去是有逻辑的就行，不必是真的，他不会要求你是。你看从头到尾他都没讲要尊重事实，一句从来不讲这个话。他讲的是什么？要有逻辑，你不管什么逻辑，你得拼得上来就行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注重内容上融会贯通啊，还是那句话，你编故事得编得像，逻辑上要环环相扣，然后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叫特别把青少年拎出来讲。结论，他要推导出一个结论，结论是什么呢？结论是中共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然后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你要推导出这样的结论，中间逻辑成不成没关系，但是你看上去要有逻辑。所以你现在看哈，中央电视台经常安排那些所谓的学者啊，什么复旦，特别是复旦出很多这样的人，就做什么呢？就讲这些故事，讲这些故事就是看上去有逻辑，看上去融会贯通。其实当然，那我们都知道那是假的，但是没关系，只要你讲的很肯定就行啊。所以你可以看中央电视台现在出很多这一类的节目。这是第五，就注意事项。第六啊，搞宣传教育活动方式，总共有8种啊。第一个，读书学史啊，现在中共已经安排这个有政治学习啊，很多地方开始安排政治学习，就1个星期有一个下午，文革的时候是有的，文革每个星期，通常星期二下午政治学习，星期二或者星期四，现在不知道什么安排，但是现在已经很多地方开始，什么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都安排一个下午拿来学习政治学习。政治学什么？事史学习啊。然后第一个学习啊，第二个基层宣讲。宣讲是中共的一个发明啊，就是派一个人到一个地方去，跟大家搞讲座，拿一个主题来讲。比如说党史啊，就党史来讲，宣讲啊，宣传讲座啊，开讲座啊。这个人通常比较有权威，也比较能侃啊，就派这种人，就是把全国这些人，这些能侃的人集中起来，给大家上课，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动作，这效率就很高。这单位的书记啊，能说的不多啊，那怎么办？集中能说的巡回讲，全国巡回讲，甚至全省巡回讲啊，就这样。这叫第二，叫基层宣讲。第三，学习体验，就是让你去学习体验，就是开会，其实就是开会讲你心得体会，结合你的实际讲你学党史心得体会，这跟文革一模一样啊。然后就是第四啊，致敬先烈，去参观先烈，革命先烈。为什么要参观革命先烈？革命先烈的那个氛围是有崇高感，任何一种类似类宗教的活动，它都要提供一个崇高感。这种崇高感可以帮助这些人能够更加有投入感啊。这是第四。第五，学习模范，这个就非常容易理解了，就是
找一个标杆，那这就是我们的标杆，那大家跟着他做就对了，这是非常好的管理概念啊。第六，红色家风，要把这件事情渗透到你的家庭里面去，叫红色家风啊。第六，红色家风。第七，国防教育啊，国防教育什么概念？为什么要国防教育装进去？国防教育有危机感，国防嘛，对外的嘛，只要一对外，内部就会形成凝聚力，有团结。然后第八，红歌文化，就是这种红色的这种文化。你可以看现在这种穿什么红军服啊，这跟这是有关系的啊。这是第六，就是各种宣传教育活动类型非常丰富，总共有8种还怕你不参加，都得参加啊。这是第七。第七点，配套要求。那么各地区各部门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什么叫正确的历史观？只有我讲的是正确的，其他的都叫什么？历史虚无主义这是中共，就是中共我是正统正朔然后其他的全是假的，全都是不正确的，都是历史虚无主义这是一个。第二个，突出青少年群体，按把握青少年群体的特点和习惯，然后重点培养青少年把这个重点要装到青少年脑子里去。第三个，丰富活动载体第四个，利用好网络平台优势，发挥融媒体的优势，制作播出一批接地气、容易传播的这个文化产品、文艺作品。第五个，统筹协调基本上就是这样，总共7条，7大块，这个摞起来，这就是这个通知的这个内容，你可以看出来。这场运动，你要把一个老太太装到这场运动里面去，从头到尾走一遍，怎么样？洗得干净吗？基本上可以洗干净那么这一趟下来呢，这老太太这一圈活动下来，基本上会说2句话。第一个，共产党好，一直好，而且会好下去，这第一句话。第二句话，社会主义好，其他都不好，外国那些都不好。这趟下来就基本上就洗干净了那我们现在就回答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中共为什么要让大家学党史？从党员开始学，一直学到现在，普通老百姓也要跟着一起学。普通老百姓除了学党史，还学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目的何在？第一个问题历史非常重要历史非常重要。为什么？历史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框架。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从哪里开始？当然从我们吃饭穿衣开始吃饭穿衣是我们对世界的这种感性认识，就是我们接触世界是从吃饭穿衣开始从我们父母长辈我们身边的事情开始。但是从我们的理性的角度看待世界、接触世界、认知世界的框架是从哪里开始？是从历史开始。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背景是什么？我们未来是什么？我们从现在，为什么现在是这个样子？为什么现在这个样子？现在决定什么？决定了未来。历史决定了现在。所以历史是人类社会认识世界的框架，也是对世界认知的基础。所以历史很重要。那么中共呢？中共为什么要去让大家学习历史？首先，中共重构了历史。我比如说，中共对党内要党内学习党史，党史是哪个版本？党史是新写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他就重构了中共的历史。他重构中共的历史，中共的当代史，中国的这个近代史，中国的当代史，目的是什么？他首先他重构了一个历史，
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构建一个以中共的价值观、叙事方式和理论架构为框架的虚拟的世界。这个虚拟的世界有些是有历史基础的，有些是没有的，有些是他虚构出来的啊。所以呢，他构建了一个这样的虚拟的世界。那么在这虚拟的世界的整个的发生的一切，可以导出3个结论。哪3个结论呢？第一，中共取得政权的合理性。所以为什么人民日报写头版头条写中国共产党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什么意思？中共取得的政权是合理性，有它的合理性的，它是在诠释这个东西。但实际上是这样吗？实际上不是这样。中国人民有没有选择？中国人民没有选择。选择是什么？投票才选择。中国人民没有投票让共产党坐上去啊，是他自己用枪杆子打下来的，暴力夺取、武装夺取政权，他自己讲，结果现在讲是人民的选择，这肯定是讲不通的。没关系，只要他构建的这个世界，虚拟的世界当中，他把这件事情变成很合理所以他要导出3个结论：第一，中共取得政权的合理性第二，中共独占政权的必要性所以为什么你经常中国的老百姓脑子里有个概念，什么概念呢？中共要是垮台了，天下大乱，人民就倒霉了。这就是这个世界里面形成的一个结论。所以中国的老百姓脑子里都是这么想，你问10个有9个都是这么想。为什么？他生活在这个虚拟的世界当中这是第2个。第3个，中共的决定是正确的，而且一直是正确的。所以他为什么习近平要把前27年中共犯下的那些东西全部抹掉，而他要说他取得了伟大成就。前27年，中共前27年取得伟大成就，改革开放干什么？你一直干下去不就行了吗？不能自洽没关系，我一仰脖子就过去了。只要在我的那个框架当中，我能够让它成立，它就成立。这就是中共建立的这一套强盗逻辑，基本上就全部都是强盗逻辑所以呢，中共很重视历史，也重构历史，然后先安排党内学党史，然后完了以后再安排全中国人民一起学党史、学现代史，就是这个目的这是第一个。就为什么要学党史？为什么要安排中共党员学党史，然后全国人民学党史？原因就是这个原因。那么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学党史，要学当代史那当然由头当然是中共建党100周年那么重新认识党，重新理解党，重新认识党的初心，理由很充分，理由非常充分，这个说起来冠冕堂皇。但其实呢，重新学党史，重新让中共党内包括全国一起学这个东西，背后根本的原因应节是回事，根本的原因是中共面临了深刻的危机中共面临深刻危机。我总结了有5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经济形势的恶化。经济形势的恶化其实不是现在才发生2018年已经开始发生。2018年我以前讲过很多次，2018年实际上是中国经济的拐点，中国经济就正式就开始进入什么？由增量时代进入存量时代。就是说你修高速公路，原来没有高速公路，那你就修一条高速公路，这叫增量增量。然后你修了1条高速公路，你修第2条高速公路，那还是增量。当你再修第3条高速公路的时候，那就已经进入存量时代了。存量时代你需不需要再修第3条高速公路？
可能就没有需求。所以呢，这个经济增长就高增长，进入了低增长时代。中共把这个包装成什么？包装成为高质量的增长，所以中共其实是玩文字游戏的大师啊。高质量增长就高增长、高速增长变成高质量增长，它还有个高字，它其实中共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他很理解，他非常把握这种心理学，他还留着这个高，其实是低增长，把变成叫高质量增长啊，这个很厉害，这个一般人做不到啊，很厉害，这是一个经济形势的恶化，从18年开始，19年确认它的拐点，20年碰见了疫情，所以呢，实际上呢，经济形势的恶化，大家记得邓小平讲过一句话很重要，不改革开放，不改善人民生活，死路一条。什么意思呢？中共的合法性是什么？中共的合法性来自于哪里？中共一直垄断政权，中共自己一直在吹嘘，我们是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执政党，这个没有错啊，70多年啊，执政时间最长，队伍最庞大。你想想，这个中共党员9000多万，8000多万，你想这么多党员。但是这个执政这么长时间，它背后有个逻辑，什么逻辑呢？就是我独裁，对，我是独裁，但是我独裁有好处啊，为什么？因为改善你的生活，你生活是不是更好了？你生活更好，对吧？对呀，我给你更好的生活，我就应该垄断政权，这背后是有逻辑的，只不过这逻辑不能讲出来，它只是用更冠冕堂皇的话叫改善人民生活。它其实是个交换，中共强迫人民接受一个这样的逻辑，或者这种交换，就是我独裁，但是我持续的让你的生活越来越好。好，现在的问题是，假如经济下滑怎么办？经济下滑，你的合法性不就没了吗？所以他现在面临的深刻的危机，首先一点是什么？就经济的问题，这第一条。第二条，疫情的冲击。其实疫情对中国社会的冲击比其他国家要深刻得多，只是没有人出来讲啊。这一点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中国的情况是，中国发生的事情是什么？中国发生的事情就是出了一件事情就死人，死了无数的人，然后这件事情就盖下来，就有点像温州这个高铁。温州高铁不是撞车吗？追尾之后出了大事怎么办？怕大家看见怎么办？把它埋起来，把火车头埋起来。中国就是这样，你见过吗？古今中外都没有，就中国干这种事情。中国每次发生事情都是这样，把事情埋起来。你疫情是吧？疫情不说了，埋起来。埋起来的结果是什么？下次再发生这样的事情还这样。所以其实你看2020年疫情发生的时候，其实在这个7年前的非典的时候一模一样发生。我告诉你，下次再发生一些类似，我当然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但他还那样。为什么？因为从来不会去检讨，他不让讲。所以其实中国这场疫情对中国社会的冲击是非常深刻的。非常深刻，这是第二条第三条，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目前的这种翻脸和对立。那么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中国已经开始慢慢的回到改革开放前的那种状态。改革开放以前，中国跟西方国家的对立的状态，现在正在发生。那这一次跟上一次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上一次大家西方国家会觉得我不了解他，哎呀，还是可能危险有问题，算了，我就不去了。但是你挑逗他一下呢，他又很好奇，所以他又会跟你来往所以西方国家对中国首先排第一的就是好奇。所以你虽然中共
中共干了很多混事，但是西方国家都好像装的没看见似的，就这个道理，就好奇，不了解。这次不一样，这次就不好奇了，就是这次翻完脸之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了解就不是之前的对立状态，之前的对立状态其实是完全不了解中国是怎么回事，但现在不同，现在是非常深刻的了解，知道中国是怎么回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和西方的激烈的对立，这个后果比上一次的对立的情况更严重，而且它产生的影响更大。所以第四，中国社会内部这种社会内部的这种坍塌和败坏，包括贫富差距形成的这种社会对立越来越激烈，社会矛盾越来越激烈。经常你可以看到现在就是一会儿爆炸，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一会儿就冲这个各种暴力事件发生啊，这是第四点。第五点，中共这个政权呢，毛泽东时代呢搞了一套谬论出来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阶级斗争理论啊，这套理论呢把中国带上了绝路，所以中共最后发现这套理论再搞下去，我都得饿死，放弃改革开放了。改革开放就没有理论，因为根本没有人，因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其实源自于列宁的理论。那你现在啥都没有，什么理论都没有，实际上是没有理论，摸着石头过河，摸石头过河哪来理论？没有理论怎么办？在这个时候就麻烦了，没有理论就出现了力量不足的窘境，他没办法自洽。你可以看上次昨天的这篇稿子，人民日报那篇稿子，人民日报那篇稿子就是非常经典的反映了什么？反映了当今中共他没有理论，他没有东西，他怎么办呢？接不起来，就是他现在想要做的事情和现实当中的事实他没办法衔接，他怎么办呢？他每篇文章就硬挺过去，没有逻辑，不能自洽就没有说服力，没有说服力怎么办？大家就不相信你。所以实际上我刚才讲，中共那些东西，这个东西很厉害，真的是很厉害。它只能解决什么人？解决什么问题？它只能解决一部分人的问题，还有一部分人，如果他追究这件事情的话，他就说不服他，没办法说服他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那他为什么这个时候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要学习呢？还有一点就是学党史里面的私货，这有两个私货。第一个私货是什么？习近平。你可以看学党史里面重点是突出习近平，突出习近平的目的是拔高稳固加强习近平的地位。为什么？明年20大要换届了，习近平想连任，这是其中一个私货，学党史里面的习近平的私货，这是第一。第二，中共从建政到现在干了多少坏事？趁着这个学党史把它全部抹平，习近平一句话就把它搞定。27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理论和实践，还强大的物质基础，是事实吗？当然是胡扯。有强大的物质基础，你还改革开放干什么？没关系，天天告诉你，洗你的脑就行。所以就是全面抹平文革啊，这些反右啊、大跃进啊、3年大饥荒啊，全部抹掉。他这么操作呢，正符合谁的心意啊？符合红卫兵的心意。所以现在为什么
文革回潮，文革回潮核心的原因就是中共在抹平这些动作的过程当中，鼓励了谁呢？鼓励了当年的红卫兵，就是习近平这一代人。大家开始穿红军服，跳中字舞，唱红歌，政治学全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正在用某种形式复归文革。这就是我们对这个学党史，全中国人民学党史这件事情的一个分析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我们下面今天的主题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那么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吧？好 ，Look Lee， 谢谢，明谢一下情况，情绪画龙画虎难画骨，画龙画虎难画骨。王先生是难得的画龙高手，把龙骨画得淋漓尽致。OK， 谢谢。情况：湾区 San Francisco General Hospital 这周 COVID 病患清零，湾区很多地方基本上达到群体免疫，16岁以上人口已经超过80%接种至少1剂疫苗。OK， 太好了，非常好。情况：我新疆的朋友自愿去打疫苗，排队打完，他老婆悄悄跟他说，疫苗2人1瓶药，回头偷看，果然1瓶药开了，另一个人打完没扔，第2个人继续用这瓶药，之后才扔掉，2人1瓶。滑稽国的疫苗剂量也随心所欲的滑稽，可见疫苗接种率就是场滑稽戏。观点 ：CCP 的党史就是一部对外勾结境外势力卖国，对内残酷压榨人民的会史。OK， 情况：我和我老婆都是电视台的，老婆是党员，发了中共简史和之前发的习近平治国理政，都被我第一时间扔垃圾桶了。好吧，那这怎么学呢？真要学习了怎么办？情况：国内公立幼儿园6一儿童节在学党史，我们楼下幼儿园每天早上做广播体操之前，都会有老师带着一对小孩在操场上慢跑，一边慢跑一边跟着大喇叭里面的唱共产党放光芒，唱完之后广播开始说全国幼儿广播体操现在开始，晚上放学大喇叭音乐又是党亲爱的党之类，幼儿开始洗脑，太残忍了。情况：王老师好，前几天去华强北市场门口大大的政治标语，号召大家爱党，从前未有过请教王老师，中共越是这样宣传，是不是说明他们越来越不自信？我觉得不是自信的问题我觉得是复归的问题，就是其实这就是中共的本。今天自由亚洲电台的一个记者给我打电话问我说这个为什么是不是有个好声音叫是不是好声音的节目停播了问我为什么。中国好声音嘛，中国好声音停播为什么？我跟他讲为什么你看当年的这个超级女声多火，中间咔嚓一下就给他一刀剁下去。超级女声好声音这种节目反党吗？肯定不反党。低俗吗？也不低俗，都挺好的，这是好节目。但是为什么节目一好，中共就看不下去了呢？如坐针毡，为什么？其实从本质上来说，中共这个党是个什么性质的党？中共这个党是属于那种清教徒式的党。清教徒不是清心寡欲的意思，就是你不可以有杂质，你不可以有杂念。所以它这个特征是什么？所以它不断的清洗。
中共建党之后不断的清洗，清洗的是什么意思？清洗两类人，一个意志不坚定的杀掉，第二个思想不干净不纯洁的杀掉，不断的杀掉。他通过他内部的纯化，强化他的政策的执行有效性。中共是一个这样的党，这种党当他执政之后，他的特点是什么？他非常的抵抗世俗的娱乐。就是你想一下，中共的这种清教徒的这种属性和这个世俗的这种娱乐是相对抗，所以所有世俗化的东西他都不喜欢，扫黄天天扫黄，这种所有给老百姓带来世俗快乐的事情，都在中共的眼里都是要不得的东西，都是要清除掉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年的这个超级女声就要打压他，现在这个好声音也要打压他，原因就在这里。只要你足够火，足够流行，足够世俗，足够受欢迎，中共都不会允许下去，这就是他的原因。所以你可以看，他就喜欢搞这套东西，这就是中共的本性，就是在墙上写标语啊，洗你的脑子啊，改造你啊，改造你的这种不纯洁的思想啊。当然不纯洁是他定义的不纯洁的思想啊，改造你这种他认为这种低俗的这种东西啊等等，就是要对人类进行改造。怎么改造？最极端的做法是什么？最极端的做法就是红色高棉，把所有的戴眼镜的全部杀光，有知识不纯洁杀掉，所有读书人全杀掉，把城里人赶到农村去改造。中共很喜欢改造人，改造社会主义，改造知识分子，改造这个改造那个，中共就是要改造这个世界，这就是中共的使命，初心就是这样，把红旗插遍全球，其实是干什么？把整个人类改变一遍，改造一遍，这就是中共的使命。所以他就是要干这个，洗脑就是改造的一种基本套路啊。情况前几天去某小学考教师资格证，校园长廊上面每根横梁都贴了习近平的标语语录啊。提问：从南泥湾到雷锋到袁隆平的宣传，前2次都是 CCP 面临巨大的经济危机，转移视线注意力，同时为了维护领袖的光辉形象，现在是不是又重复同样的事情？都不是，你这个不对。宣传南泥湾，宣传雷锋，宣传袁隆平，都是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大家记得雷锋的口号是什么？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学雷锋的核心就是这3句话：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才是雷锋精神的核心。核心你要做他的人，听他的话，让你干啥就干啥。其实讲到底就是这个。所以袁隆平是干什么？袁隆平宣传袁隆平的核心是什么？宣传袁隆平的核心就是袁隆平身上体现了什么？体现了我们最厉害啊！其实你看，我们共产党也能搞出世界一流水平来。袁隆平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杂交水稻世界水平，中国杂交水稻世界最高水平，但其实是吹牛。中国排名第13，单产中国才第13，那差远了。所以袁隆平核心的问题是他世界水平，世界水平是在我们国家搞出世界水平来，放了一颗卫星，要的是这个啊。观点：好好的军队不叫国军，叫解放军；好好的国家通用语言不叫国语，叫普通话；好好的文
名字不叫国字，叫简体字，这叫人民的国家。所以中共是建制的敌人，他是反对建制的，他一直在反对建制，所以他在推翻国民政府，推翻国民政府其实就是反建制，反建制，所以解放军最早是没有军衔的，没有军衔，军官跟士兵一样，都戴那种帽子，一样的帽子啊，就为的是什么？体现官兵一致，所以反对建制。反对建制，其实你最好，你连这个军服都别穿，最好，但是还没走那么远，所以，中共建国啊，把文字改掉，把军服改掉，所以我一直在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国家特征不明显的国家，就这个道理。情况自从出来以后，国内所有的软件全部卸载，唯有微信。如不是和家人联系，微信也就早就卸载。看到微信上的粉红，觉得和他们不是一类人，突然觉得好孤独，下决心一定要移民成功，无论如何也不想回到那个人间地狱。微信更要卸载，最核心的就是微信。情况有人把入党宣誓词谱成歌曲，正在唱。好，可以再极端一点。观点：当年打压超级女生。就是因为可以用短信投票民选偶像，中共怕的是这种启蒙。虽然湖南电视台只是想赚短信投票费，情绪，中共玩文字游戏，不论官方还是民间，流行中文造词完全没有美感，没有常识。提问：江泽民是否出卖了中国的大片土地给俄罗斯？我搜到网上的文章处处都是来自大纪元，我不大相信。王老师能不能简单的谈一下？我手上没有资料。出卖呢，就怎么说呢？也不能叫出卖就是说中国跟俄罗斯之间边界没有确定，那么边界问题一直在影响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那么对于中国来说，俄罗斯是个非常重要的邻国，如果中间两个国家有这个领土的纠纷的话，双方关系不稳定，而俄罗斯的军力又很强大，所以对中国来说是有非常大的战略压力。所以江泽民就最后是做了妥协让步啊，那么有些双方争抢，那么有让有不让的地方。所以这个老实讲呢，我倒不觉得有太怎么说呢？共产党送土地给别人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啊。那么朝鲜也好，缅甸也好，都搞了大片的土地出去，目的是什么？中共的核心的利益是什么？中共的核心利益并不是国家利益，土地是什么？土地就是国家利益。中共的核心利益不是国家利益，中共的利益跟国家利益不重叠。中共的利益是政权，只要我保住政权，死点人少点地没事。所以对中共来说，他的思路不一样啊。所以至于说这个土地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我手上没有资料，得有资料，确切的资料来讲才合理，我不能拍脑袋讲，好吗？情况：今天拿到加拿大移民体检信，不出意外很快就可以移民了。建议大家如果考虑加拿大，学法语对移民有帮助。OK， 谢谢你。问题：武装夺取政权为啥就没有合理性？为啥一定要投票？古代不都是打仗夺取政权吗？我先回答你这个。武装夺取政权有没有合理性？有合理性。但是如果武装夺取政权，你说是人民的选择，就没有合理性，理解吗？就是说，这个江山是我打下来的，我用武力夺取的，那你就说你武力夺取的就好，你不要说这是人民的选择，这不是人民的选择，是你强加给人民头上的一个政权，所以这不叫合理性，是客观存在。OK 啊。我觉得打仗能打赢就是本事，那是本事，好吧，我回答你了，好吗？好，
观点：我们这一代人70岁，经历的太多了，10几场的政治运动下来，人们的善良、信用、爱心、道德已经完全被摧毁，100年之内很难有很大的改变。这不仅是经济的问题，而是人心的问题。说得非常的好，说得非常好。年轻人可能不能够理解啊，大家经历一场政治运动，政治运动是什么？政治运动上来是干什么？上来就是互相揭发。互相揭发是什么概念？就是你最好的朋友，你跟他说的掏心窝子的话，他会在会上告诉大家，他跟我说过1、2、3，这1、2、3就是反党，然后你就被抓起来，关进牢中。你看见一个是这样的，看见第二个是这样，你知道这人心是夫妻反目，父子互相揭发，都是这种事情啊。所以这个问题啊，这个网友还有一个回答啊，刚才那个武装夺取政权网友有一个回答说，观点：如果武装夺取政权后不收税不征兵，的确爱怎么玩怎么玩，但又收税又征兵，就把人民当股东，岂不是允许人民参政啊？如果人民不能参政，那这就说不通了嘛，对不对？观点：习要至少再干2届，接班的会是80或者90后，60后、70后经历过文革后的开放，对西方民主自由有固有的好感，而80后、90后长在改革后，没有对比又被洗脑，也不知道历史，他们接班才是最放心的。60后、70后是反美是装的、假的和异变的，所以不出意外或战争还要忍耐20年。不过经济下滑会有突发事件的放大效应。情况：为了抵抗抑郁，去年开始我在追一个选秀节目，深入了解了选秀文化。原本是一个资本控制的游戏，买厂商赞助的牛奶给选手投票，结果很多粉丝集资买了大量的商品并不喝，而是集中倒掉，恰好和习近平提倡节约粮食相反。好声音只是被台风尾扫到而已。但是赞同王先生深入分析，共产党是控制狂，看到美好的事情就要毁掉。情况：粉红老丈人以前是军医院的政委一把手，03年 SARS 非典爆发时就支援过北京小汤山医院。可是89年出生的老婆对非典这一事只知道上学要量体温而已，不知道死了多少人。然后问老丈人当年非典疫情的事儿，他都沉默不语。03年 SARS 的事情，我大学毕业，专攻 DNA 技术，所以记忆犹新。特别是台北和平医院封院造成院内多人死亡的新闻画面。如今 COVID-19 再次爆发于台湾，百感交集，心悸台湾。我觉得台湾我没有那么担心，老实讲啊，真的我真没那么担心。我觉得台湾所有的一切都很有经验，而且很有系统。控制疫情，我不觉得有太大的问题啊。情况：最近全家老少都被各种被迫舔共，老爸退休教师被要求去给大学生做当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要求讲党是如何爱护青年的历史，好吧。孩子的幼儿园元庆6·1要求熟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每天家长监督练习打卡。甚至校外培训机构也积极举办各种党庆100周年生日活动，要求积极报名，还要交费啊。我觉得让他再做猛一点，再做猛一点会更好，效果会更好。观点：我们派出所从所长到民警，从来没有人看关于习近平的著作。有一次我无意翻了几页，我们所长笑着对我摇头，然后说了一句：“你还看这？”其实国内很多人都是清醒的，只是在强权之下不敢发声而已，是这样。情绪：王先生最近的节目越来越深刻和精彩了，
又钦佩又悲哀，因为这意味着中共的恶事越来越多，中国的情况越来越差。情绪，前几天看了崇日云教授的2012年视频，把西方民主讲得深刻透彻。现在这样的视频应该不会在墙内看到了，现在只剩下一种洗脑的声音，可悲。大家可以去找一下找一下崇日云教授的这些文章啊、视频啊，都很好所以我推荐给大家，大家可以找来看看，好吗？情况以前一直不理解，为什么父母辈那么难沟通，宁愿不断踩雷，也不愿意听儿女良心的建议。这些年终于理解，这是斗争文化下的产物。老实讲呢，现在大家在看待父母的时候，有一样东西大家要理解，就是你们的父辈都是经历过文革的人，所有经历文革的人心里都有非常严重的创伤这种严重的创伤是对人性的对人性黑暗的这种受害。你可以看到文革其实是一场什么运动其实就是一场反人类的运动这场反人类把人性最黑暗的东西放到最大，去伤害你，从人最珍贵的情感、爱、最核心的亲情入手，去伤害你。所以，所有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有非常严重的心理创伤。所以大家要理解，就是说，你在你对待父母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你觉得父母的行为不可理喻，你想想这件事情你想想，他会看到有些人夫妻反目枕边的话拿来举报然后就是这些，大家知道那个谁，周恩来的侄女，他亲手签的逮捕令，抓起来，周恩来干的，他亲侄女所以大家要知道，在文革出现的事情都是这些事情，所以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多理解吧，也多帮忙，就算能帮忙就尽量得帮忙。有些事情，所以你的父母一定不让你去当红雷锋的，这看见有什么事情赶紧走，赶紧走，就是这样，就这个道理就是这个道理不让你乱说话，一说话就不要讲倒霉的。经过文革的人都有一句口头禅，要倒霉的。要倒霉的是什么？就是站在旁边的那个人就看见有人倒霉了，就是这种心理上的这种创伤。情况，王老师昨天全子小学5年级班级班主任发了一条信息，今天5月26号学习党史，事后我私下发信息给班主任，小学生有必要学党史吗？事后下午接儿子的路上，儿子说班主任找了他3次，教育他爱国爱党，巴拉巴拉讲一通。平时在听王老师的节目，感受不是很深刻，通过这件事情真的理解了，在现在的大环境下都逃不脱那只魔爪。观点，看了很多油管上的自媒体，一直追的有几个各有特色。王先生是靠着前半生对国内的情况以及CCP 的深刻感受，加上对人生的深刻理解，撑起这个节目很受益，好吧？谢谢情况，微博有人在长安街逆向跑步被罚10元。OK。提问，坐标深圳南特区，身边移民的情况感觉挺严重，日语不会的人跑去日本。另外，请王老师对下届特首的看法。还需要看下届的特首，还需要选特首吗？那就看习近平什么意思呗，钦点一下就完了吧？选什么特首，没什么好选的。我已经对下届特首没兴趣了深圳南特区是什么？深圳南特区香港 ，OK， 好吧，现在有这样的说法了。
好，明谢 ABC123，谢谢 Renee Mac， 谢谢姥姥王，谢谢。最近几天没赶上直播，问候王先生，谢谢姥姥王。Harry 冯，谢谢。黄增培，谢谢。好，情况前几天去一个露天市场，看到红彤彤的全是各种爱党标语，被震撼了，确实文革不远，是这样。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